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紫云健康频道的中医内科医生苗大夫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中医临床上使用了近2000年的经典方剂小柴胡颗粒。在很多人的家里，小柴胡颗粒简直就是个万能神药，感觉不管是感冒了还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，来一包总没错。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如果你也是这么想这么用的，那大概率是用错了，甚至可能会让病情好得更慢。在今天这期视频里，我会告诉大家小柴胡颗粒的真正适应症是什么，它的组成有哪些特点，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会分享一个小柴胡颗粒说明书上可能都没详细写的，它在女性特殊时期的妙用，相信一定会让大家有所收获。我们先来给小柴胡定个位，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国家，外来的病毒、细菌就是入侵的敌人。像我们上一期视频里说的银翘散、桑菊饮，它们就像是专门打击风热这种敌人的正规军，目标明确，出手快准狠。但小柴胡不一样，它不是一支勇往直前的军队，它更像一个和事佬，一个专门调解内部矛盾的外交官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引出了小柴胡要处理的第一个，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身体症状，叫做往来寒热。什么叫往来寒热？大家得仔细体会一下，它不是我们普通感冒那种一边发着烧一边又怕冷的要命，两个感觉同时存在，往来寒热是交替出现的。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你可能上午10点突然觉得身上一阵阵发热，但奇怪的是你并不怕冷。过了2个小时，热退了，你又开始觉得冷，甚至想穿外套盖被子，但一量体温又不发烧，再过2个小时又开始发热。就这样一阵冷一阵热，跟拉锯战一样。大家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会这样打打停停的？这里是一个关键，这恰恰说明我们体内的正气，也就是我们的抵抗力不太够了。大家想啊，如果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，兵强马壮的，那跟病邪打起仗来肯定是轰轰烈烈，一直高烧，速战速决。而现在这种打一下歇一下，再积攒点力气再打一下的状态，正说明我们的身体兵力不足，是一种虚弱的状态。所以小柴胡要解决的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敌人入侵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正气有点虚，邪气又很嚣张，双方在身体的某个层面僵持不下的复杂局面。这个层面中医给它一个名字叫半表半里。我们怎么通过症状区分表症、里症和这种半表半里症呢？如果发热和恶寒同时出现，那就是表症；如果只有发热不恶寒，那是里热；只有怕冷不发热，那是里寒。而往来寒热这种交替出现的情况，就是小柴胡颗粒能发挥作用的关键症状。大家只要记住往来寒热这个感觉就行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小柴胡是怎么当好和事佬的。小柴胡的组成是柴胡、黄芩、党参、半夏、生姜、大枣，还有一个甘草。这里的党参在古方里是人参，功效类似，都是补气的。这个方子好就好在它里面充满了矛盾和冲突，但最后又被完美的统一了起来。首先是2味药，柴胡和黄芩。柴胡这是方子里的君药，是绝对的核心，它的作用很关键，主要是向外透邪，就是把盘踞在半表半里这个不内不外位置的邪气给赶出去，同时它还有退烧和疏肝解郁的作用。黄芩、柴胡是对外的，黄芩就是对内的，它负责清扫身体内部因为战争产生的热，也就是炎症。大家注意，柴胡和黄芩这2味药的药性都是偏凉的，这就给小柴胡整个方子定下了一个基调，它整体上是偏凉的。所以我们在风寒感冒的时候尽量不吃它，因为它会让我们的病情雪上加霜。其次是另外2味药，党参和大枣，它俩更像后勤部长。上面我们不是说了吗？往来寒热的根本原因是身体的正气不足，身体虚了，所以光赶走敌人还不行，还得给身体补充能量。党参和大枣就是来给身体扶正的，给身体补充兵力，让身体有持续的力气去打仗。大家注意，这里矛盾就来了，前面2个药是驱邪的，是往下泻的，这2个药是扶正的，是往里补的。在一个方子里既有攻邪药又有补虚药，这就是中医说的虚实错杂。虚实错杂小柴胡也能管。第3还有2味药，半夏和生姜，是肠胃专家。很多人在有这种半表半里问题的时候，还会伴随着一个症状，就是心烦喜呕。
心里烦躁，总想吐，还有食欲不振，不想吃饭，也吃不下饭。半夏和生姜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他们俩是中医里非常有名的降逆止呕的黄金搭档，能让往上走的胃气降下去，这样我们就不再感觉恶心想吐了。这时候更有意思的来了，半夏或生姜药性是温的，而前面的柴胡、黄芩是凉的。在一个方子里既有凉药又有温药，这就是中医说的寒热错杂。小柴胡也能调，柴胡是往上生散的，半夏是往下降逆的，生姜也混在一起了。最后甘草出场了，它的作用就是调和所有药的药性，让这个有凉有热、有攻有补、有升有降的矛盾团队能够和谐的一起工作，劲往一处使。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吗？小柴胡为什么叫和解剂了？意思是它能够调和各种矛盾，解决复杂的病理状态，因为它调和的是你身体里寒与热、虚与实、升与降这三大矛盾。它不是一员只会杀敌的猛将，而是一个懂得平衡和调度的总指挥。好了，原理说明白了，咱们说点实际的。我们身体出现哪些症状可以放心服用小柴胡颗粒了呢？核心症状往来寒热，就是我们前面详细描述过的一阵冷一阵热的情况。伴随症状一胸肋部，胸胁苦满，这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感觉自己的两个肋骨侧胸这部分有种胀胀的、闷闷的、说不出来的难受感。这在中医看来是病邪影响到了我们身体的少阳胆经而引起的症状。伴随症状二，消化问题，心烦喜呕，默默不欲食，也就是吃不下饭，心里烦，还总觉得恶心想吐。伴随症状三，口腔咽喉问题，口苦咽干，嘴里总是发苦，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喉咙也干干的，这都是有热的表现。其他可能症状，目眩，就是一阵阵的头晕眼花。请注意，大家不一定非要凑齐所有症状，但往来寒热是它的灵魂，再配上其中一两个，比如口苦、胸胁苦满、想吐，那基本就可以确定小柴胡该出场了。说完了什么时候用，我必须再三强调，什么时候最好不要用。第一种典型的风寒感冒，千万别用。症状表现非常怕冷，发烧反而不严重，或者不发烧不出汗，鼻涕是清的稀的，像水一样，咳嗽吐的痰也是清的白的，舌头伸出来一看，颜色淡淡的，舌苔是白的。小柴胡整体偏凉，风寒感冒本来就是寒症，再用凉药去处理，等于雪上加霜，会把寒气更深的压在体内。第二种典型的风热感冒，它也不是最优选。症状表现发烧很重，但基本不怕冷，喉咙痛得像刀割一样，鼻涕是黄的浓的，咳出来的痰也是黄的稠的，就是我们上一期视频里说的发热、口干、喉咙疼、痰黄、鼻涕黄。这种情况说明病邪全在表面或者已经进到里，矛盾很单纯，就是热。我们应该用更专业的正规军，比如上一期视频里说的银翘散、桑菊饮，效率更高，效果也更好。小柴胡虽然也能清热，但它的力量太分散了，又要扶正又要和解，用在这里有点不太理想，只是用了不会出大错。一句话总结，小柴胡只适用于那个卡在中间，不寒不热不内不外，不虚不实的拉锯战状态。在现代临床中，小柴胡颗粒主要用于流感及病毒性呼吸道感染，但必须是出现寒热往来症状的，不是普通的感冒，即慢性肝炎、胆囊炎，缓解胁痛、口苦、低热、食欲不振。药理证实可降霉、退黄、抗干纤维，调节免疫，能够调节机体免疫功能。经期感冒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应用，特别是月经后期感冒，中医叫热入血室，大家不用管这个名字，你只要记住这个场景。很多女性朋友在月经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比如第4、第5天突然感冒了，这时候的感冒如果恰好出现了我们前面说的往来寒热、口苦咽干这些偏热的症状，用小柴胡就特别合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月经后期身体因为失血，本身就处于一种血虚的状态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正气不足。这时候外来的热邪一进来，就刚好形成了正虚又有邪热的复杂局面，这不就正好撞到了小柴胡的枪口上了吗？它里面的党参大枣可以帮你补充气血，也就是扶正，柴胡、黄芩又可以帮你清除热邪驱邪，简直是量身定做的。
但是这里有2个前提，大家一定要听清楚，必须是偏热性的感冒。如果你来月经时得了风寒感冒，怕冷流清鼻涕，那肯定不能用，必须是月经的后期。如果是月经刚来的前1-2天，那时候身体状态是实症，不是虚症，处理方法完全不同，不能用小柴胡。这个小技巧希望对女性朋友们有所帮助。好了，关于小柴胡颗粒的核心知识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。小柴胡颗粒不是普通感冒药，它治疗的是半表半里症，核心症状是寒热往来。它的组成包括柴胡、黄芩、党参、半夏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7味药，通过寒热平衡、升降平衡、供补平衡来调和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矛盾。记住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，如果你感冒后出现一会儿发烧一会儿怕冷，同时伴有胸胁胀满、食欲不振、恶心想吐、口苦咽干等症状，那么小柴胡颗粒可能适合你。如果只是普通的感冒症状，那建议不要用了。使用时要注意，必须有寒热往来等特定症状才能用。风寒感冒不能用，不能长期服用，服药3天无效要及时就医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在感冒的时候能准确的选药用药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，后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内容等着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